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闲话的塔罗时间。这次的题目是2022年12月的运势如何？工作运、金钱运、感情运又是如何呢？我会先以指引卡看看各组朋友12月整体运势是怎么样，再用塔罗牌看看大家的工作运、金钱运、感情运各是什么。最后，上天要给各组朋友的建议是什么呢？那现在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这里有第一组红色满天星，第二组白色兔尾草，第三组紫色勿忘我花，共3个选项，请以直觉选择，挑自己最喜欢的选项。如果听了我的解牌内容，觉得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形，请重新选择，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这是大众占卜，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各位的每种情况，请大家谅解。那本次使用的卡牌会在说明栏介绍，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查询哦。嗨，第一组的朋友，你选到的是红色满天星。那在看12月整体运势之前，先来看您是怎么样的人。这组朋友不太喜欢当领导者，能力很好，却比较喜欢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属于牺牲奉献型的人。很多人的工作是助理、助手、秘书等文书型的工作，就算当了主管，也喜欢大部分事情亲力亲为，还会帮忙下属，对更上面的上司使命必达，属于责任心强、奉献型的人格。平常对人热情、重感情、好相处，如果别人找你帮忙，你都尽量帮忙。内心相较其他的人也比较单纯，不太会去算计别人、对付别人。如果有人欺负你了，你也是生气、难过之后跟别人抱怨而已，尽量会避开欺负你的人，不想与他们正面冲突或者是对付他们，会把一些苦硬吞下去的人哦。那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内容有符合你大部分的个性，现在就来看你12月的整体运势。你抽到的是花朵神谕卡的11号榆树牌。这组朋友啊，12月份对大部分抽到这组的人来说是比较富裕丰收的月份。这个月整体来说，你手头会比较宽裕，会有一些奖金或是投资理财进账。还有这个月很适合做一些计划，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或是为明年度来做整体计划，12月是让你很有想法的月份，脑中有很多好点子，但是这个月啊不能急躁，新计划没有办法在这个月马上实行，要好好的规划，明年再来执行，因为你还有自己原本的课题或工作要继续做，还有你原本属于你职业或是生活角色所需要负担的责任，日常事情也会压缩你的新计划和规划，要衡量自己的体力和时间，无法所有事情都兼顾，还是要有所取舍的。那这个月学业和工作要适当的休息，不要太过拼命，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那我们现在就用塔罗牌来看这组朋友12月的工作运势，抽到权杖3的正位，还有权杖1的逆位。先调一下位置。好，在12月的上半个月的时候你的工作大致都是蛮顺遂的。如果是有业绩压力的人呢，有机会会得到新订单，签订新契约，明年是能够完成新订单的哦。那如果你是助理文书型工作的人呢，之前会比较累，这时候你是可以期待光明的未来的。如果呢是要找工作的人，也可以期待未来会得到录取通知。等过了这个月之后，明年
3个月内，你将能收到你想要的通知哦。那12月的后半个月啊，你的工作会比较没有干劲，没有热情，很多事情都懒懒的。如果呢，你是有业绩压力的人，这阵子业绩会比上半个月还差一点。签订契约也会有些小状况，不会很顺利。不是临时被抽单了，就是突然有变故。如果能够谈成这个合约，也没有什么赚头。如果是文书工作的人，工作效率不佳，容易疲倦，就算工作都堆积起来了，突然需要花很多力气去消耗，你仍然还是要适当的休息，否则处理的效率会更差哦。那如果是找工作的人下半个月是没什么好的工作机会的，是需要耐心等候明年的机会哦。好，接下来呢，来看你12月的金钱运。你抽到圣杯骑士的逆位，还有宝剑骑士的逆位。这组朋友你12月金钱运都刚好抽到骑士牌哦，而且都是逆位的，但是两是不同的解释。先来看12月上半个月，这组朋友很少数的人你要小心，会有年纪差不多的人或朋友来欺骗你的钱，或是骗你要提供账户等等个人重要资料。这是很少数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这组朋友，就算对方给你一些钱，给你一些利益，你仍要小心评估，不要成为诈骗的受害者，甚至还变成诈欺的共犯哦。那还有对这组大部分的人而言呢，你要小心诱惑，不管是投资或者是与人合伙做生意，不要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及刚开始的利益所骗，因为后续会增添很多麻烦的。等到的12月的下半月你会因为上半个月有诈骗金钱的诱惑、投资陷阱等问题，而在12月的下半个月你对投资理财、赚钱这件事情感到胆怯，不知道要如何选择，或是因为焦急、慌乱就影响到你的判断，造成一些损失，也不听别人的劝告，小心有错误的投资判断。虽然我刚才有说过这组朋友的整体运势这个月是富裕有财的，但是并不是单指你在投资的部分会赚大钱，主要是你的薪资所得。如果你想要有额外的财源呢，这个月并不太适合哦。接下来看你12月的感情运，你抽到权杖10的逆位和钱币9的正位。12月的上半个月呢，只要你心中有喜欢的对象，或者是实际上有在交往的对象，你都觉得对方让你感到心好累哦，想要放弃对方。如果是暗恋或是暧昧的人，对方让你感觉自己可能配不上他，或者是你觉得有很多竞争者，自己可能没有希望了，很想要放弃。如果是交往中的人，对方的缺点和对待你的模式都没有改进，整段关系大都是你在付出的，你觉得未来可能也不会有改变了，很想要分手。如果是分手断联的朋友，你已经想要忘记他了，不想要继续苦苦等候他，会不会回头或者是主动联系你。等到12月的下半个月呢，如果你因为上半个月对原本喜欢或交往的对象死心而放弃他了，下半个月你会发现心情轻松多了，自己也过得很好。而且当你把眼光从错误的人身上抽离之后，多去参加一些活动，会发现还是有几个不错的人，他们的好条件会吸引你，而那些人之中还有人对你是有好感的。如果是刚交往的人，你们的感情会升温，你们会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或者是你会收到比较昂贵的礼物哦。好了，上天要给你什么建议呢？你抽到的是智慧神谕卡的10号牌 Unfinished Symphony， 未完成的交响曲。
其实人生啊，就像很多段乐章组成一首缤纷又华丽的交响乐。因为每一个时候呢，你所做的决定都会影响未来哦，影响交响乐每一个章节应该要如何收尾，是否能够营造出新的高潮篇章。在这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啊，是这组朋友要暂时停下脚步，去审视一下这一年成果是如何，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尚未完成的，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好在下个年度进化成更好的自己。今年啊，暂时没有完成的计划，或者是还没有达到的目标，这个月先整理一下，明年度再来完成。课业和工作也是这样，没有完成的部分啊，你不要着急草率的去完成。如果还没有超过期限的，就按照计划慢慢的一步一步去做，才不会导致贪快，造成错误，又要花更多时间去补救，反而会浪费你更多的时间。这张牌呀，其实也在呼应你抽到的指引卡，这张榆树卡，就是要你好好审视过去，去计划未来。明年呢，继续进行你的计划。12月啊，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中继点而已，不是终点哦，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好，那第一组的朋友，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你选到的是白色兔尾草。那在看你12月整体运势之前，先来看你是怎么样的人。这组朋友不是活泼外向的人，偏向内向哦，讲话也会比较小声，三观比较保守，看起来很温柔，很好讲话，好像啊是柔柔弱弱的，跟这草的外观一样。其实哦，你内心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也很有原则，而且非常坚强，遇到困难也不会退缩，勇敢做自己。只要是你坚持的事情，不怕外界的眼光，而且生命力旺盛，不容易被挫折打败，反而越挫越勇。只有和你很熟的人才会知道你坚强的地方在哪里。但是你还是希望啊，能遇到有人能让你真正的放松，不需要让你一直坚强，一直撑着。那如果你觉得啊，我刚才说的内容啊，有符合你大部分的个性，现在就来看你12月的整体运势。你抽到花朵神谕卡的20号，钩酸浆花牌 Mimulus。 这组朋友哦，刚才有说过，你看起来是很温和的人，其实你是很有原则的，而且呢，遇到困难非常坚强，不容易被挫折打败。但是12月份对你而言，你会遇到一些不容易处理的问题，甚至啊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或者是让你想到以前失败的例子，导致你内心对很多事情变得比较胆怯，也充满着不安。你很想要去解决，却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决。除了去找别人帮忙，你自己啊也要正向思考哦，并且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被过去失败的阴影所困扰。过去不行的，不代表未来也没办法解决。而且这组朋友呢，你个性比较内向害羞，不好意思去找别人帮忙。如果啊，你问题是需要别人提供意见的，还是要请你去请教人家，这样啊，还能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们现在用塔罗牌来看看这组朋友啊，12月的工作运势。你抽到宝剑8的逆位和钱币2的逆位。12月的上半个月啊，就如同刚才所说的，这组朋友呢，你这个月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要处理，而且12月上半个月啊，你遇到的挫折也会比较多，突发状况也比平常多，甚至啊还会遇到工作上面不合理的对待，又加上你的个性比较内向，
不喜欢麻烦别人，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压力太大，你会产生很多负面想法，觉得好像别人都不来帮忙你。那如果是求职的人，也没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呢，工作机会被人抢走，就是遇到待遇和环境不好的工作来找你。那到了12月的下半个月呢，这阵子的突发状况又更多了，再加上年末工作本来就很忙，原本问题都还没解决，却又有新问题，让你应接不暇。有些人这阵子加班很多，应酬也比较多，非常忙碌，也影响到白天上班了，体力不佳，甚至有的人还有迟到的问题。有些人会兼差，当你兼差太多也会影响到白天工作表现哦。还有生活上其他的事情也会被压缩，缩减和朋友恋人、家人的相处时间。介绍完工作运之后，现在来看12月的金钱运。你抽到圣杯国王的逆位和愚人牌的逆位。在12月的上半个月呢，这组朋友，如果你是有金钱需求的人，需要借贷或是融资，要注意去寻找合法的银行或者是融资公司，不要去找地下钱庄或者是民间借贷公司，除了利率太高，也会衍生很多问题的。也不要为了多赚一些钱去用贿赂或者是逃漏税等违法资金周转的方式，不但没有办法解决原本资金的问题，还会产生更多法律上的新问题哦。如果你是固定工作的人，会因为遇到反复无常的上司，导致你的薪资会莫名其妙的有所变动，被不合理的扣钱了。12月的下半个月，你在投资理财上会想要打退堂鼓，没有冲劲及勇气去投资。刚有说过你的个性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人，加上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动荡，所以这个月的投资让你考虑再三，无法下手。而这组朋友之前预计会得到的投资收益和奖金，结果也不如预期。不是突然被取消了，就是会得到的金额不如预期的高。另外，如果这个月有去旅行的人在旅行的时候会容易遇到麻烦的事情，需要你多花点钱，破财消灾哦。好，现在来看你12月的感情运势。你抽到的是钱币骑士的逆位，还有圣杯1的正位。好，在你12月的上半个月这组朋友呢，不管你有没有交往的对象，这阵子因为太忙了，心思大部分都放在课业和工作上，没有办法去考虑感情。在感情上，这阵子呢是处于停滞的状态。那如果有交往对象的人，因为你太忙了而忽略对方，就算和对方去约会也只是你行程上的例行公事，对于感情上没有办法很用心，对方也会觉得你很无聊。那如果是暗恋或者是暧昧的人呢，这阵子因为工作磨掉你的精力和时间，你也无法与对方多有接触，感情没有什么进步的机会。但是到了下半个月的时候呢，你的感情会有所变化哦。虽然呢，你工作还是很忙碌，但是单身的人有机会遇到新的异性，给你浪漫的感觉，你还会感受到一些甜甜的氛围，也会受到感动。那如果是有伴侣的人，对方也会给你关爱和包容，给你鼓励，让你在工作上继续冲刺。你的内心也会感受到幸福。那接下来我们看上天要给你什么建议呢？你抽到的是7号牌 To the Sea 到海中。12月份对这组朋友来说是非常忙碌的，问题也有很多要处理。但是上天希望你不要太过紧张和焦虑，稍微放松一下。想象自己就像在这大海之中，
随波逐流。很多事情你稍微慢一下，要相信啊，你自己是可以解决的，不要太焦躁。所谓事不关己，关己则乱。你处于这其中啊，你当然会非常的紧张焦虑，很怕结果啊会影响到自己以后的未来。但是如果你暂时以第三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做自己与这件事没有关系，你反而比较轻松，会突然想出很多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遇到事情呢，尤其是之前没有处理过的，要记得求助，或者是稍微放松一下，暂时先处理别的事物。有时候啊，这些问题都是相关联的。当你处理好其他比较简单的事情，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难解的问题也有答案了哦。好，那第二组的朋友，今天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咯。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嗨，第三组的朋友，你选到紫色勿忘我花。在看12月整体运势之前呢，先来看你是怎么样的人。这组朋友很重视感情，会关心周遭的人，对待朋友、家人、情人都很好，给人暖男、贴心女孩的形象。对爱的人深情不滥情，一旦真心喜欢上，会喜欢很久，是很好的情人与伴侣。但是啊，对于暗恋的人，虽然关怀备至，却大都不敢主动告白，只是默默的陪伴，有时还被当作是工具人。因为你在感情上不够勇敢，觉得随缘就好，不一定能和喜欢的人长久在一起。感情上付出很多，却不擅长表达，很怕关心你的人会忘记你。有些人呢，则是属于沉默寡言型的，不善言辞，让人误会这组朋友有点神秘。其实你只是不知道要如何解释而已。有时候表面上啊，会让人家误会是很冷漠的人，实际上心里是很温暖的哦。但是啊，你做事步调比较慢，很多人呢也没有太大的理想抱负，觉得钱够用就好了。有时候有点拖延症，会让别人误会你是懒散的人。其实你只是慵懒，对于没有兴趣的事情不会主动积极，但是不到懒惰。而且有时候啊，你会比较悲观主义，对于还没发生的事就去预想不好的结果。那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内容呢，有符合你大部分的个性，现在就来看你12月的整体运势。你抽到花朵神谕卡的37号野玫瑰牌和25号的红丽花牌。Wild Rose, Red Chestnut。这组啊是唯一抽到2张花朵神谕卡的一组哦，可见12月份呢对这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以下就来解牌了。在野玫瑰牌这张呢，这组朋友啊，你本来做事就没有很积极，做事步调也比较慢。在你12月，不管是工作、人际关系，或者是感情上，多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悲观主义会先入为主，让你更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没什么好期待的。这世界上啊，不好的事情会找上你，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你也觉得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浑浑噩噩度日，对生命失去热情。很多问题遇到了，都还没有想如何解决，就想着要放弃。那红丽花牌呢？这张啊，在说你12月份的时候，因为呢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呢负面看待人生，而且呢容易有忧郁的心情，还会焦虑一些还没发生的事。而且呢，你很关心周遭的人，都是以他们的事情为优先，却忽略自己的健康、课业和工作、感情，反而让你啊周围关心你的人更担心你。那这组朋友在关心他人的时候，也要关心自己哦。现在用塔罗牌来看这组朋友的12月工作运，你抽到宝剑国王的逆位和皇帝牌的正位。
在12月的上半个月，如果你是主管职或者是老板，你最近不太能听进别人给你的建言，别人说什么你都不采纳。如果你是下属或者是一般职员，你的上司之中就会有这样的人，很难沟通，甚至有独裁者的表现，而且好处都想到他自己，但是黑锅却丢给下属背，让你觉得很痛苦，很想要离开那样的工作环境。到了12月的下半个月呢，如果你是主管职或者是老板，在下半个月你能发挥自己原本优秀的领导能力，并且把工作做好，让客户及下属对你很信赖。如果你是下属或者是一般职员，你会觉得最近很顺遂，发挥你的工作技能，而且最近做事积极利落，和平常你给人的形象不一样。当然，你辛苦是有代价的，会获得应有的报酬。另外，你所在的公司大家的职位阶级分明，是很有体制的公司或组织。你的好表现也会让你的主管对你另眼相看，留下好的印象哦。现在来看你12月的金钱运，你抽到正义牌的逆位，魔术师牌的逆位。先来看12月上半个月，刚才有说这组朋友因为主管这阵子很独裁，无法听取别人的意见，有一些不好的制度影响到你的薪水，你辛苦工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或者是奖金，工作上却必须要做很多事情。另外，投资理财的部分，你投入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获利，大都血本无归。有些人到了月中就入不敷出了。在12月的下半个月，因为上个月获利不佳，下半个月呢也没有太多余的资金，对投资理财也没有什么新想法，甚至比以往更加消极保守。虽然你下半个月工作运还不错，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这家公司的主管和制度对你影响太大了，可能不太适合你，你有想要换工作的念头。那现在我们来看12月的感情运势，你抽到的是审判牌的正位，还有权杖二的正位。12月上半个月呢，这组朋友对于前任男女朋友或者是之前的前夫前妻，会在这个月想要给他们回来的机会。如一开始所说，因为你是个很念旧的人，所以你对前任仍然放不下。如果你是暗恋或者是暧昧的人呢，你曾经有想要忘记对方，有一阵子不想要理会对方。在12月的上半个月，你会有想要给对方机会，心里呢还是暗自喜欢他们。如果你是在交往中的人，对方之前有做了让你很生气，或者是类似劈腿的行为，你这阵子会想要原谅他。但是不管呢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你都想清楚了之后再和对方说是否可以回来哟。那12月的下半个月，这期间你对于暗恋或者是暧昧的人而言呢，会觉得和对方成功的几率很大，可能对方有给你暗示，或者是呢比较常去找你，让你觉得你有希望了。如果是交往中的人呢，你会想要和对方朝着人生下一步去走，一起描绘人生蓝图。你会想象你和对方在一起的人生，还有未来是多么的美好。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上天给你什么建议呢？你抽到26号牌，快乐牌 ，Happy Happy。这组朋友容易把事情想到最坏的部分，比较悲观主义，而且不太喜欢对别人讲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以及难过和伤心的地方。上天给你这张牌就是希望你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调整自己的心态，好好的去迎接下一个新年度，希望你能真正得到开心。你可以先从小事去感受到幸福，许多微小的幸福如果都放进幸福存放罐，好好的去记得，是能够累积成大幸福的哦。
学着去看这世界美好的部分，你会连路边的小花都觉得很可爱。而且你感受周遭的人对你的关心，不要只是去关心别人，去达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应该要怎么样，不要总是为别人而活，要学着接受别人对你的爱，重视自己，完整自己，让自己呢保持正向和积极，未来的人生才会变得主动积极哦。你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好，那第3组的朋友，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咯。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